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4季第6集。辛巴又躺在吊床上睡着了，梦里的他正在参加棒球赛。和常规赛场不同的是，这里到处都是会说话的食物。对手是圣诞老人，一上来就是猛攻，不过辛巴接住了，还打出了一记漂亮腾跃球，然后这球打碎了天幕，海水灌进了体育场。原来是下雨了，所以才会以这种方式脱离梦境。这雨来势汹汹，家里好多地方都遭了殃，屋顶漏水，地毯长蘑菇，就连后院埋的那些陪审团传票也都胀了出来。看着有这么多问题都等待着自己解决，身旁还有一个喋喋不休的妻子，辛巴选择了去老谋子酒吧。老谋子看他愁眉苦脸的，就问出什么事儿了。辛巴说都是婚姻生活将他折磨成了这个样子的，可他又太懦弱，不敢结束这段婚姻，所以只能企图来这里醉酒致死。老谋子无情的打碎了他的幻想，你得了吧，你那酒量不可能达到那种效果啊。不过老谋子也没放任他不管，他打电话请来了啤酒男过来开派对，谁知这人不仅没有让辛巴重新振作起来，还被辛巴给弄得抑郁了。万念俱灰之下，辛巴打算回家继续面对那无望的生活。谁知一出门就看到了车子被警察给锁了。为了安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，警长陪他玩了一阵游戏，好容易辛巴有些高兴了，游戏又结束了，他只得拖着颓废的身躯往家里走。谁知还没进门又被阀门喷了一脸水。对于辛巴来说确实是很倒霉的一天了。然而更倒霉的是，刚一回到家他就被告知必须要和全家人一起去参加学校资金募集会。学校为了让这些铁公鸡拔点毛，也真是煞费苦心了。他们准备了一套精美的火车玩具用来拍卖，估计就是吃准了牧师会高价将其买下来。这不，从拍卖一开始，牧师就站在那旁边一动不动，凡是有人在表格填写价格，他就去往上抬高一点。本来在这里买也就是想图个便宜，谁知洗衣生家的孩子不讲武德，直接抬到了零售价。一旁的小艾和弗兰德倒是气氛良好，他们自从在一起之后感情一直很不错。看着爱人这身奇特的装扮，弗兰德表示自己虽然不懂穿搭，但却很喜欢插在他头发上的那片羽毛。这走心的夸奖瞬间俘获了小爱的芳心，这才是教科书级的赞美啊！弗兰德情场得意，也就意味着校长情场失意。今夜他只能与手里的玩具马相伴了。校长那冗长的开场白还没念完，就被校监打断了。没人想在这里听他讲废话，校监让他赶紧跳过那些没有营养的话，于是他就直接将活动快进到了抽奖环节。除去那些孩子们的简笔画，最值得期待的奖品是最新的谷果平板电脑。很显然，在场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冲着他来的。辛小妹也给爸爸买了一张电脑的乐透券。辛巴觉得女儿就是在浪费钱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赢过任何东西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这次他居然中奖了。辛巴高兴坏了，他觉得自己的运气正在变好。这是他第13次参加抽奖，却是他第1次中奖，或许他真的要走运了吧。一回到家，辛巴就玩起了电脑，刚一开机就是品牌创始人的阴间宣传，让辛巴同意购买他们以后所有的产品。面对这样的强制请求，辛巴本来是拒绝的，可一听说如若不然就得购买另一家公司的电脑，辛巴忙不迭的点了好几下提交。之后的时间里，无论辛巴在哪里都抱着他的电脑。辛巴刚开始看他玩得开心，倒也没多说什么，毕竟一直消沉下去可不是件好事儿，所以她很开心的配合了丈夫的各种小游戏。但很快她就发现他们亲热的时候，辛巴也在玩游戏，于是就有一点点生气了。去老谋子酒吧的时候，辛巴也带着电脑，沉迷电子设备的可不止辛巴一人。兰妮在空中跳伞的时候还不忘和朋友们视频，就是这开伞锁忘记拉开了，希望人没事儿。辛巴不分场合的玩着电脑游戏，甚至上班的时候也不例外。不过这家伙竟然准备了后招，拍马屁专用翻译软件。秃头走进来，让他放下电脑，别再偷懒，专心工作。辛巴让电脑回道：“您的责备是个受欢迎的恩惠，很肯定将会大大增加我的智力。”这一通彩虹屁下来，秃头当即就放过了辛巴。带孩子们去动物园的时候，辛巴就坐在休息长椅上玩游戏，任凭兄妹俩如何挖空心思让他关注自己，全都于事无补。他的双眼没有一刻离开过电脑。金小妹生气的大吼，让他多关注自己的孩子们。辛巴没了办法，终于抬了下头，然后就看见小新和狮子睡在了一起。辛巴第一时间竟然不是担心儿子，而是拍下了一张照片做屏保，然后放下电脑的时候，就看到狮子在舔自己的爪子。不过这是小新的恶作剧，他只是被吞掉了一只手臂。当然，刚才的话也是他的恶作剧。辛巴看见自己被耍了，直接将儿子扔回了狮子窝，真就是父见子为王，送其上天堂。这天，辛巴将小女儿抱了过来，让丈夫给她讲讲睡前小故事。辛巴看了一眼小新手里那本纸质的书，不屑一顾地说：“只有山顶洞人
人才会看那种书，像他这样的现代人只需要一个平板电脑就能解决。然后他就接过小女儿，和她玩起了游戏《披萨钟》。这个游戏确实很好玩，辛巴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来上班的。之后他就一直沉浸在这个游戏当中，然后在带小小金逛街的时候，因为没看路掉进了一个井坑里，结果就是辛巴没事儿，但是平板再也不能用了。辛巴难掩悲伤，忍着身体的剧痛捡起了破碎的电脑，像是听到他的呼唤，屏幕又闪烁了一下，然后彻底凉凉了。绝望之下，辛巴禁不住对上帝祈祷：为什么你要在黑暗中与我光明，又擅自将其收回？请赐予我智慧，让我了解您变化的意图吧。阿门。又是新的一天，辛巴还在为失去电脑而郁郁寡欢。这时弗兰德来到了他们家的窗户前，嚷嚷着有一个奇迹，虽然不是他的平板死而复生，不过也的确算得上是神迹了。家里庭院的树上流淌的枝叶组成了一个大大的希望。辛巴有些惊讶，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给他留下了什么指示，于是就问了问弗兰德。作为上帝的忠实信徒，弗兰德自然有一大番道理。他说上帝是在告诉他，无论生活怎样爆胎，上帝都会竭尽所能帮助他抵达人生的下一站。果然辛巴是听不进这些说教的，伸出舌头就要开始舔。不过辛巴还是相信了，这就是某种神秘力量的运作，恰好将枝叶压榨成了希望。获得希望的辛巴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，当即就让老谋子给他上瓶82年的啤酒。现在的辛巴即使没有电脑也振作起来了，他在教堂里努力向人们播撒希望的种子。希望是存在的，朋友们，是真的，它不仅仅存在于上帝的居所，也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。说着他就鼓动人们前去他家的树上一探究竟。辛巴将希望之树围了起来，还打上了光，无论人们信仰的是什么，全都过来参观了。所有人都为这神迹感动不已，除了肯特，他从黑暗中走出，立下誓言要揭穿这个骗局。镇上很快就成立了保护神树的小分队，他们穿着整齐的衬衫，头上还顶着小树。这时肯特来到了老谋子酒吧，他掏出100美元，说要用这钱买一个神树的真相。老谋子倒是很愿意赚这钱，可惜他一拿到钱就翻了脸，马上就说这棵神树就是真实的，还质问肯特为什么要和希望作对。一旁的巴尼补叨道：你小的时候肯定有希望幻灭了。巴尼的话将肯特带回到了一段往事中，那时候的他还是一个小记者，他看到老鼠先生进了后台就跟了进去，然后就问他为什么自1933年起就没演过好玩的动画片。听了他的话，老鼠先生摘下了他的头套，露出了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的脸。男人说那个时候他在休假，在休假期间他就是只死老鼠。在听到这话的一瞬间，小肯特就白了头。肯特说老鼠是男人扮的，一口黄牙，气息令人作呕。之后的岁月里，他又被胶板城堡断送了童真，得知城堡居然是胶合板做的，巴尼也白了头。家里辛巴正在和孩子们看电视，没想到电视里正好在直播肯特的报道，他正在外面的庭院里企图揭露神迹的真相。肯特播放了一段由第6频道航拍的录像，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在黑暗中有个人走进了辛普森家，拉近镜头能看见他手里拿着一瓶糖浆，并用它写下了希望。这不是树的枝叶，而是超市卖的枫糖浆。上帝的神奇之树是不存在的，存在的只有一个普通的撒糖浆的神秘人。此报道一出，群情激愤，神树小分队当即就把帽子烧了，希望已破灭，焚毁那谎言。辛巴在神树面前从白天跪到了晚上，他对来劝自己的妻子说他已经没了信仰，是时候下地狱了。辛巴阻止了他投靠撒旦，并告诉他奇迹存在与否本来就与上帝、枫糖和平板电脑无关，而是在于他的心中是否相信，只要相信它就真的存在。妻子的一番宽慰让辛巴好受不少，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妻子竟是如此的充满智慧。辛巴说的没错，能给予希望的只有自己，因为那个希望就是睡梦中的辛巴自己写上去的。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可以很强，也可以很弱。也许我们能够扛过生离死别的悲伤，却在面对柴米油盐的烦恼时一蹶不振。身为一家之主，辛巴常常需要兼顾工作和家庭，或许他没有到需要考虑如何生存下去的地步，然而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磨难侵蚀了他的热情，仿佛日复一日都只能浸泡在这无望的生活中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他带来光明。或许上帝真的显灵了，所以给他带来了平板和糖浆，可日子是自己的，快乐也是自己的。一味的将一切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事物上，只能让自己陷入更深的绝望而已。能让我们振奋起来的力量从来不在于外物，而在于内心深处，心中的信念才是唯一的精神支柱，能够在任何时候指引我们前进的明亮灯塔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